游乐园内，一位法国军官正在拍照，镜头里突然闯入了一个男孩。军官看见他胸口的黄色星星，瞬间变了脸色。男孩懂事地离开了。游乐园门口挂着的牌子赫然写着禁止犹太人进入。男孩叫小夫，是一个犹太人。他们一家为了躲避战争，从故乡波兰一路逃亡到法国。这栋小楼就是他们现在的家。住在这里的人胸前都有一颗黄色星星，这颗星星是专属于犹太人身份的标志。小夫一家的生活虽然贫穷，但是脸上一直带着幸福的笑容。另一边，德国首领正在面对镜头激情的演讲，他要将所有的犹太人一网打尽。一个邪恶的计划即将诞生。房间内，德法两国高层展开会议。德国人提出要以5个警察学校作为交换条件，要求法国交出2万名犹太人。善良的法国人极力反对，但最终迫于德国军队的压力，只能妥协。一天，一个警察找到小夫的母亲，告诫他这段时间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母亲回家将这件事告诉了家人。小夫的姐姐听了之后心情沉重，她预感会有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，便竭力劝告父母赶紧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。可善良的父亲却不以为然，他深深地相信着法国政府，认为这里的生活是绝对安全的。此时的他做梦也想不到，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即将发生。这天半夜，所有警察全员出动，他们手里拿着逮捕名单，整齐有序地向着那栋小楼出发。房东听到动静后，拼命地朝楼上呼喊，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警察们一拥而上，全部冲进楼里。一个女人不顾自身危险，将大半个身子露在窗外，拼命地嘶喊着，想提醒自己的族人赶紧躲避。她清楚地明白，这一次如果被抓，必定是凶多吉少。顷刻间，无数名犹太人被抓捕，就连孩子都没有放过。这场围捕直到天亮才结束。混乱中，有一些法国民众自发打起掩护，只有少数犹太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幸免于难。然而小夫一家却没有那么幸运。此时，父亲已经被戴上了冰冷的手铐。年幼的小夫以为是自己犯了什么错，才害得大家被抓。他冲进父亲的怀里，哭着向他道歉。父亲柔声安慰着他。一辆辆载满犹太人的卡车驶向远方，一个巨大的废弃赛车场内，2万名犹太人被囚禁在这里。这里没有水，没有食物，甚至连厕所都没有。新来的护士安妮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。警察为了凑满足够的人数，就连身患重症的病人都没有放过。无辜的小女孩头发凌乱，目光呆滞。安妮呆呆地看着赛车场，仿佛见到了真正的人间炼狱。随后她进到了医疗室里，只看见了一名医生，医生叫雷诺，同样是一名犹太人。在这里，孤身一人的他却要照顾着数以百计的病人。雷诺没有丝毫的怨言，不辞辛苦地尽着自己作为医生的职责。安妮随即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。此时，小男孩诺尔拉了拉安妮的裙摆，他天真地问道： Alors pourquoi ça peut pas sortir puisque j'ai été sage？ 安妮愣住了，看着诺尔清澈的眼睛，本性善良的她实在不知该说些什么。另一边，小夫的姐姐哭着责怪父亲，她怨父亲太善良，太过于相信法国人。父亲说道： Regarde autour de toi, y a pas que moi. On a tous eu confiance. 没错，就算到了这种地步，善良的犹太人始终还相信着法国政府。这时，一支法国消防队走了进来。2天没有喝到水的人们纷纷举起水杯。队长动容了，他无法想象这里的人们经历了什么。他命令属下立刻打开水管，群众们兴奋极了，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，所有人都在鼓掌欢呼。放水的时候，消防员们偷偷接受了许多犹太人的纸条，他们自发帮助犹太人买物品、送信件。后来，队长给他们放了1天假，并提醒他们做完这些之后赶紧离开，走得越远越好，以避免万一走漏风声后被德军抓捕。隔天，德国士兵前来检查验收，犹太人民看见德军后齐声谩骂：混蛋、败类、人渣，一声接着一声。军官被气得脸色铁青，1秒都不想停留，转身便离开了。第2天，2万个犹太人像牲口一样被德军驱使着，他们被带到了一处集中营里。这里的条件虽然简陋，但远远好过于之前的赛车场。人们终于可以洗澡，甚至可以躺在床上睡觉了。群众们紧张的神经暂时也松懈了下来，孩子们开始嬉戏玩耍，大人们也开始唱歌跳舞。但令他们绝对想不到的是，此时离他们不远处的集中营里已经燃烧起了熊熊大火，大火里所烧毁的是一具具犹太人的尸体。这一天清晨，人们还在熟睡，一群法国警察破门而入，他们命令犹太人交出财物。一个女孩不愿意上交，下一秒便被警察挥棒打倒，殷红的鲜血从女孩洁白的脸上慢慢淌出。德军将所有的男人们分离到另外一个阵营，紧接着，丧心病狂的他们竟然要分离女人和孩子。不明世事的孩子们拼命哭喊着，男人们猛烈摇晃着铁丝网，全然不顾已经被铁网割破的手臂。他们怎能忍心看见自己的妻子与孩子遭受这样的痛苦？场面一度
部极其混乱。突然一阵枪声响彻营地，为了保护妻子和孩子，可怜的犹太人民只好妥协。男人们被德军逼迫着离开。小夫到处张望，寻找着父亲的身影。他看到不远处的父亲慢慢抬起了手向他告别。男孩并不知道，这次父子间的挥手再见，竟是这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再见。男人被押上了卡车，女人们也被德军带走了。小夫目送着自己的父母离开，他将用一生去铭记这一刻。此时的集中营里只剩下了孩子和安妮所带领的护士。安妮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尽力照顾着每一个孩子，但是她自己的身体却慢慢垮了下来。一个善良的法国警官被安妮感动，他将德国人10天之后会来接走孩子的消息告诉了安妮。安妮虽然极力想改变这一切，但她却又无可奈何。此时的小夫虽然刚刚失去父母的庇护，但他骨子里的倔强被随之激发出来。他联合伙伴躲过警察的巡逻，在肮脏的粪坑里找到一沓钱，一个逃跑计划已然在他心里渐渐成熟。这天，安妮正分发着食物，她也看见了躲在草丛里的小夫。这时，一个男孩突然将汤桶推翻，安妮赶紧来配合男孩，引起所有警察的注意。男孩向小夫挥手告别，安妮心中也在为他祈祷。2个男孩顺利逃出了集中营，他们奔跑在森林中，就连空气里也全都是自由的味道。10天很快过去，这天德军又来了，他们要带走全部的孩子。本就虚弱的安妮在阻止他们的时候晕倒了。男孩诺尔是跑向卡车的第一个孩子，他天真的以为自己马上就能与父母见面了。孩子是如此可爱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打仗，也不明白战争的意义，但他们却是战争中最大最无辜的受害者。安妮醒来后执意要去火车站再次阻止。此时医生终于说出了真相，原来所有大人离开后都死在了德军的毒气室里，孩子们这次离开也会是同样的结果。安妮听完，拖着病痛的身体急忙赶往火车站，但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火车载着孩子们已经离开，地上只留下了被丢弃的玩具。直至1945年，二战结束，安妮收养了100多个犹太儿童，并帮助他们寻找亲人。让安妮没有想到的是，男孩诺尔居然还活着。安妮看到诺尔后，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然而现在的诺尔沉默寡言，那无神的双眼仿佛在诉说着战争的残忍。影片里有段字幕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。电影中的所有事件，即便是最极端的情节，都在1942年的夏天真实发生过。当年被抓到集中营的4501个孩子无一幸免。历史总是真实而又残酷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，或许人们真的像小夫所说的那样。